星舰发射也要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吗？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今天啊，2025年的10月16号啊，一枚猎鹰9号火箭啊，在佛罗里达把28颗星链卫星送入了轨道，这已经是 SpaceX 今年的第140多次发射了。那这件事啊，在网上几乎没有引起多大水花啊，除了这个 SpaceX 官方的账号发了个简报，几乎没有任何媒体跟进报道啊，连马斯克自己都懒得转发了。所以你看，一次耗费数千万美元的这么一个发射，已经变得像红眼航班一样，是吧？引不起人们的这个太多兴趣了，啊，这就让我们想起几年以前啊，当猎鹰9号第一次尝试回收助推器的时候，全世界的这个航天迷都屏住呼吸的这个盛况啊，从一次次壮观的爆炸。放烟火是吧？到第一次稳稳的落地的时候，这个全球的这种欢呼，再到今天啊这种见怪不怪的这个常态，猎鹰9号啊走完这条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那现在这个熟悉的问题呢又摆在了星链的面前。那从8月底啊这个第10次飞行的这个巨大成功之后呢，就在几天前，这个13号吧啊，就前2天，星舰第11次发射。再次取得完美成功，实现了2连胜啊！这是新的现场无人机拍摄的画面。那么社交媒体是一片欢腾 ，NASA 呢也发文祝贺啊！大家的这个情绪啊，似乎啊正在从每一次发射前的这个提心吊胆，转向了对成功的这种振奋鼓舞。这就不仅啊让我们产生一个有趣的联想啊，新舰的发射成功啊，是不是也很快会步入猎鹰9号的后尘呢？从一个激动人心的奇迹，迅速沦为一个让我们习以为常的这种常规事件呢？我的看法，我觉得吧，可能不会啊，至少未来几年内它是不会的。那么星舰的这个迭代之路啊，和猎鹰9号啊，它是有本质不同的啊。那如果说猎鹰9号呢，它的开发过程啊，是在完善一个物种啊，那么星舰的开发呀，它就像一部物种的进化史诗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应该猎鹰9号吧，它从诞生之初啊，它的尺寸规格以及发动机型号基本上就固定了。那么所有的迭代啊，都是围绕着怎么把它做得更可靠、更便宜，或者如何更完美的这种回收，就这个核心目标啊，来围绕它来做。但是星舰完全不同啊，它自身就是在不断的这种应该说是进行了革命性的划时代的这种变身。我目前看到的啊，这个刚刚完成2次完美飞行的这个还只是 V2 的版本啊。那根据马斯克他公布的路线图啊，一场宏大的进化呀正在我们眼前展开。那尺寸和规格在变大，之前我们视频也做过啊，就是 V2 版本的高度是123米，是吧？那么即将登场的 V3 版本呀，它的高度将增加到124.4米。那么到了计划2027年间的这个 V4 版本呢，这个数字可能接近150米啊，比 V2 版本啊高出了有10来层楼了，差不多。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动力啊，它的心脏在换代。那么 V2 版本使用的是猛禽2代发动机，而 V3 版本啊会全面换装。推力更强、设计更简洁的这个猛禽3代发动机，所以它的发动机啊，这个尺寸变了，它的运载能力这个 payload 也在提升。那么 V2 版本啊，它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呢是目前是大概35吨吧。那么到 V3 版本啊，这个数字会跃升到100吨以上。那到了 V4 时代啊，会达到惊人的200吨以上啊！就是上一次我们有个短视频有它的这个路线图啊，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 V3 的首飞啊，不仅仅是一次测试啊，是在本质上啊，这个就是 V3 呢是一枚全新的啊，可以更强大的这个火箭的首次飞行。
那么每一次大版本的这个更迭啊，都会伴随着就全新的这种技术挑战和巨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啊，只要星舰还在以这种惊人的速度进化，是吧？迭代，它每一次的重要飞行啊，都依然会充满悬念和看点啊，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无聊的这个时候，是吧？那么星舰第11次飞行的这个成功，哎，是完美的诠释了 SpaceX 这种怎么说呢，在常规这个挑战非常规，怎么说常规挑战这种迭代方法论啊，这次飞行啊，既有常规的部分是吧，也有这种非常规的挑战，就自加难度。常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它完美的复刻了第10次这个飞行的时候所有的关键目标，比如助推器和飞船的这个受控降落呀，在轨发动机的重启啊，模拟卫星发射器等等啊。那么第2次呢，这是一个2连胜了啊。那么标志着 V2 版本啊，它的基本设计啊已经被验证是稳定的、可靠的、成熟的，给它的谢幕呢就画了一个完美的句号。有一个图片啊，就是直直的，完全垂直海平面的这个 hover 这个悬停，特别漂亮啊。但 SpaceX 啊，它过去也是从来不满足于简单的这个重复。那么在这个看起来比较简单的任务里边啊，他们塞进去了大量的这种非常规的、难度更高的这个测试科目啊，起高调了是吧？主动去寻找这种设计的极限啊，飞行的极限、发射的极限，比如说助推器的复用啊。那么这次飞行的这个助推器 B15呢，大家知道就是之前执行过第8次任务的那一枚啊，就是大筷子夹住那个，这是星舰助推器首次的2次使用 ，Super Heavy 的2次使用，24台发动机都经过了飞行考验的啊。那么第2个呢是极限的压力测试，他们故意移除了飞船表面的一些隔热瓦特别是一些脆弱的区域、关键的区域，就是想看看在载入大气层的时候，裸露的这个不锈钢舰体到底能硬扛到什么程度。另外呢，就是未来的这种技术验证助推器在着陆的时候，测试了为 V3 版本设计的这个全新1353这种发动机的燃烧模式就飞船在返回的时候这个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复杂的动态倾斜的这种机动自加难度，模拟呢未来返回发射场的时候这个真实的轨迹。所以这就是 SpaceX 它迭代这种方法论它的精髓所在，它不是在简单的重复，而是在成功的基础上重复求稳，而是每一次都就是重新验证基础能力之后，立刻增加下一次任务的难度，更难的这种变量。所以呢，他去主动去暴露问题，所以才能让用这2年多的时间里边走完了应该说传统航天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走完的路。所以连续的成功就以这种行之有效的这个迭代方法，让星舰登陆月球这个梦想变得前所未有的这种真切，是吧？说起登月这个大家知道 NASA 呢进行了多手准备星舰的10号和11号的成功无疑呢给 NASA 是吃了一颗定心丸那 NASA 的这个代理局长也发文赞扬了，这是美国宇航员重返月球的第一步。毕竟整个阿尔忒弥斯计划的成败实际上都寄予了星舰一个项目之上当然说还有其他的飞船，但是整体来说，目前进度更快的更可靠的2次的星舰飞成功之后大家都把希望把目光投到了星舰之上。当然我们现在说现在的这个亚轨道的这个降落到真正把宇航员送到月球中间还是有应该说几座必须翻越的大山。那么首先呢就是首次轨道级飞行我估计是在第13或14次这个会尝试。那么另外呢就是用发射塔的这个筷子系统真正实现助推器也乃是飞船的这个着陆回收，是吧？最后呢也是最关键的，就是难度最大的在太空中进行在轨加注，空中加油，太空加油，这就是让一艘这个加油飞船
这个给另一艘载人星舰在轨道上补充燃料啊，这是所有深空任务的必备的前提啊。大家可能之前看过我们放的这个 SpaceX 他们的渲染的这个比科幻图是吧？两台星舰呢在空中并绑飞行啊，通过中间的一个连接线路呢，把燃料呢灌注到另外一个星舰上。但是啊，这个随着 V3版本的已经在工厂里加紧建造了，所以呢，2号发射台也即将启用了。所以上次呢，其实是那个发射台呢应该是最后一次用了。所以2号发射台呢启用之后呢，我们有理由相信 SpaceX 会以更快的速度向我们刚才说的那些目标呢发生冲击啊。那么原定的2027年执行的这个阿尔忒弥斯3号载人登月任务啊，虽然时间上是非常紧的，但已经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幻想了啊，很有可能会送个机器人上去，是吧？所以回到我们最初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星舰的发射也要习以为常了吗？我觉得呢，它的发射成功啊，无疑会越来越高，这个成功率啊，助推器啊，飞船的这个精准降落，也许很快就会像009号那样，成了我们意料中的事儿。但只要星舰还在以 V2、V3、V4的步伐不断的进化，只要它还在不断的挑战这个轨道飞行啊、筷子回收啊、在轨加注这些全新的、更难的这个科目啊、这些里程碑，那么它的每一次的这个重要飞行啊，依然会是一场可以说充满了激动人心的，还是让人提心吊胆的这种冒险，就是充满了悬念以及不确定性啊。马斯克可能还会持续的给大家放这个大烟花，大家不要被2次的飞行成功啊就被麻痹了。后边的飞行啊，它不是简单的重复，所以我们正在观看的这些啊，不是一次重复的这个发射转播，而是呢一部关于星舰它的飞行器如何呢从零到一、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的进化、不断的挑战物理极限的这么一个连续剧，所以啊。现在还远未到那种见怪不怪的时候啊，大家都不太关注星舰发射了。没到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在见证这么一个常态星舰发射的成功的到来，而是在见证一个全新的这种航天时代的开启，可以说。那么深空探索公司啊 ，SpaceX 它必须得加紧，因为啊。多个国家的团队啊，已经复刻了它的这种技术，有的是小比例的模型啊，甚至都成功了接近，所以真正的好戏啊，才刚刚拉开帷幕。好的，这就是星舰啊这个发射带来的一些新的想法和思考。您觉得星舰后期的发射会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啊，永远成功吗？欢迎您在评论区说自己想法，我们下次再见，拜拜。